現在我們接着講米芾和王铎的区別。米芾我们也了解了米芾的整個的一個人的每個人自己的一個情況，也了解了王铎的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怎麼發展的那麼我們也看到了米芾的字，也看到王铎字。那麼我們今天就想把米芾和王铎放在一起。這個放在一起呢，一個是王铎有很多地方它是模擬的米芾的東西他受米芾的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晚年米芾裡面很多地方都被王铎吸收過來了。只不過呢，他們倆的區別是什麼呢？就是米芾大部分都是寫小字，而王铎大部分是寫大字，這個很大區別。再有一個呢，就是米芾在寫的時候，尤其是到40歲以後，基本他都是自己寫他完全就發揮了。而且在發揮的過程中，他虽然說刷，但這個刷呢，他吸收了或者是聽取了蘇東坡對他的建議，讓他的字呢進入到進，向進回復，向进方向回复。那麼进是怎麼使用的毛笔呢？是很多毛筆是這麼下去，这种点戳，它是点拉點下去之後拉到，點下去拉到，所以它這個有大的開合。那麼這種開合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說有的地方比較筆下的深淺的地方，細節的地方，但是会有一個粗豪的一個放開，就是它吸收進入東西之後，它的筆畫裡面粗細變化就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韻律感。這是米芾它字稍微小，也有一些大字紅線詩還有一些這個我們能知道的一些但是這些大的字裡面，它依然毛筆在把握的過程中起伏的過程中和裡面停頓的時候，我們在它的飞白裡頭看得非常明顯的筆觸，乾乾淨淨，就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拖泥帶水。筆在裡面走動的過程中，它所出現的這個飛白就是紙和筆之間的這種摩擦產生出來這個飛白這種有非常像波石感蒼渾，然後呢主要有一種脈絡感在裡面。而王铎正相反，王铎的字渾渾噩噩，筆畫在裡面搓動走動的過程中像一個破抹布在那抹動而不是拿这个我們看這個拖把在那甩動，它不是，它抹布在那蹭出來的東西，所以又髒又沒有條理感，沒有脈絡感，沒有精氣神。這是他的兩個人很大的一個反差。當然王铎在書寫中呢，他腦子裡頭即使他後來完全放開的時候，他腦子裡依然還有非常多的古代人的形象在裡面。另外他呢寫的字呢比較大，比較開，他寫的過程中腦子裡想着用筆和字的這部分有點多，所以他寫出來的這種感覺會有一定的條理性。所謂條理性就是說他缺乏一種自然生發的部分太有意識了。我們先從用筆中去分析兩者的一些差異。米芾的用筆已經不算很精緻了，但是王铎比米芾的用筆還要粗糙，而且筆畫之間起伏的跌宕
他到晚年的時候啊，他特別有意識的運用了不少的跌宕，但是他这個跌宕讓我們感受到是完全是為了跌宕。因為什麼？因為他跌宕出來之後啊，他缺乏韻律感。什麼叫韻律感？它是要長短結合而且不定的一種跌宕。而王铎的跌宕呢，是腦子裡现成的有的，而且是一種機械的波荡，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它所來源就是你寫字的時候，你產生出來這些波蕩動作，你是因為你受別人的波蕩影響知道這個東西產生的呢，還是你腦子裡對這個字在書寫的過程中你自己產生出來的波蕩？它自然產生的出來波蕩，它隨着你的字之間的韻律它出現。所以我們今天分析字的時候，大家會清晰的看到王铎的字，我們把王铎的書法字典拿來了，我們也拿來米府書法字典。當然我還有同樣手底還有王羲之的、何紹基的、蘇東坡的等等，我那些還沒有用。我現在就拿米府的部分字典和王铎的部分字典來一看，你翻開這一頁一看，就王铎的形式都這樣的一個樣子，都是這個一個字全是這樣的羅列啊。同樣寫一個字的時候，你看米府它就有左顧右盼上啊，就這種姿態就開始有變化。說明什麼？說明米府的字是活的，王铎字是死的。所以王铎那些拉帶的那些動作，還有王铎在字中，我們會給大家展示他的條幅，雖然不多啊，會發現他是顛來倒去、顛來倒去、顛來倒去的感覺啊。這種做法和我們當代是如出一轍。說明什麼問題？你真正沒有把字走開，字走開的時候，根據每個字的事態，然後再銜接，它自然是一式貼一式，一式帶一式。那麼一式帶一式的時候，這個式從哪兒來？第一要從字裡來，第二是由你賦予它的轉變中來。那這個轉變要隨着它書寫的過程，它自然生發，上下的俯仰，左右的顧盼，自然而然生發，而不是這個字我寫完之後就這樣的。好，我今天要把它掰成這樣，我再把它掰成這樣，再掰成這樣，就像一個人搖搖晃晃，搖搖晃晃，搖搖晃晃。這種做法就是說，你沒有進入到一個完全天人合一的一個狀態，你一直在有意識在做這些狀態啊。所以有些人說王铎是不是啊？王铎還覺得不滿意，不是不滿意，說明你自己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一個大的藝術家，你在學習的時候，你在實踐的時候，你周邊如果沒有足夠的，或者是那種有一定境界和真正懂得的人在旁邊給你做一些提醒和指導的話，你自己經常會迷失在你自己的所謂滿足的那個小情調，那種小效果，那種小規模和小完美裡面。你最後的結果就是你認為很好了，你就不向前邁進了。那麼歷史會最後告訴你，我們今天喜歡王铎的其中很多條，一個喜歡米府，喜歡王铎。那麼米府喜歡完之後再喜歡王铎是很有道理的，因為米府把這一路爽快一路有特色一路非常容易拿捏和把握的一路給你開創出來了，而王铎把它變成了大的字。我們今天就寫大字，你就是小字我也給你放大成大字，把王羲之、王獻之通通都能放成大字，蘇東坡也能放成大字，何紹基的字不用講，大字就居多，然後再把趙之謙的小手札的字形都給你放成大字，全都可以啊。為什麼能放成大字？它就是把形態、把用筆、
直接放大。但是告訴大家，大字寫出來之後，它压根跟小字就不一样。不信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一座山是什么样子的。山里头是有一些树木，一些泉水，一些这个房屋，一些小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我们再去看看我们的盆景是什么样的，这个盆景绝对不是把这个大山縮小了，那麼反過來這個小盆景也不可能放成大山，它很不一樣的。大山就是大山，而大山不會把這小盆景弄成這樣，就尤其是當你看這個山的時候，這裡面是有點點的小的這種住戶啊，小的房間呢，國畫裡面為了突出某些東西，實際上把大山給你畫成了盆景的。當然有的人就把小盆景變成了大山，那就是黃賓虹先生這類的。也同時齊白石的山水也是這樣子，簡約，然後把它弄出來了。為什麼？因為到了大的時候，你不會考慮細節的東西，但是你要有細節的時候，你放大之後，大裡面還要有蘊含。你要是小細節都不那麼精緻，等到變成大的時候，這一大一放大，就稀里嘩啦，就亂七八糟的。我們也在一會兒的課程裡面會討論他們精緻的地方和不夠的地方。那麼先說這個用筆，用筆這塊呢，我們看出來挺明顯的。我們來幾個貼做一個舉例啊。首先呢，我們拿了王鐸一個貼，王鐸這個貼呢是43歲時候寫的。大家說為什麼你很少有人一拿個貼說哪個貼誰哪個貼？我們今天確實就得要把他43歲時候談，我們拿他的50多歲就不一樣了雖然說王鐸本身就活了61歲，當時也還算是可以的年齡。那麼他43歲時候，如果我們要活80歲的話，大家算算，那我們大概是什麼年齡，是吧？那麼米芾呢，我們拿的是一個30多歲的當然也是很有名的一個貼就是這個蜀素帖。我們做一個對比而已，我們不是說表明誰是好誰不好，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那我們拿到這個王鐸的這個一個貼的時候，43歲這是他寫的一個五律五律寫了10首，寫成一個冊子。我們這邊看同樣我們是拿的是米芾的一個蜀素帖。這個時候呢，可以看出來王鐸受米芾的影響還不是很大，王鐸是放成大字之後受的影響。為什麼？因為米芾的字裡頭，小字裡頭一種大氣象、大氣魄這個我記得就是這本蜀素帖後面有個跋，這個跋文裡面呢，這個董其昌曾經講了一個很地道的一句話說這個卷就是蜀素帖這一卷如獅子捉象。大家想想獅子捉象是什麼概念？一個是塊頭大，一個是肌肉有力量，兩個都是重量級的。這種重量級的搏鬥的時候看的什麼東西？不是看的速度，也不是看的精妙，而是看什麼呢？看的是力量和那種僵持。它不是那個速度啪啪啪啪啪打得特別快像那個袋鼠像那個貓不是這樣的感覺。它是那種起來之後把它捉住之後那個擰，它有僵持力。另外它裡面都是比較厚實的感覺。那我們再看這兩個人的時候，43歲已經超過了這個米芾的這個呢，他是36歲36歲。米芾呢，他活了58年，所以他
這個相對來講的話呢，两个比较接近一点。比较接近点呢，就是說两個人還都沒有達到他們後期的一個變化。他們有人講說這個王鐸的變化是58歲以後啊有突變，米芾呢40歲以後有突變，這兩個都是變化之前。那變化之前呢，我們比較一下他們用筆啊，因為在這個段時間內，他們用筆是比較保守，也比較飽滿的，因為他沒有打開來啊，所以我們看的還比較清楚。一打開之後，他就取捨了，取捨甚至有的時候呢，不見筆法，筆法看不到，一點看不到。越到成熟的時候，筆法越難以從中辨認，因為他筆法已經化到字裡去了。啊，融化進去了，你看不見法了啊！他這個法對他來講不是約束的東西，而且越自然，這個法越看顯現不出來啊！所以我們要剖析它。那麼從王鐸的年輕的時候，得益於很多都是聖教序，而且他把聖教序裡面的字啊，去寫成方形。很方的方形啊，就是他這個人對形狀的變化隨機的，還有這個筆墨中筆觸之間的這種韻律感，王鐸並不是一個高手。另外這個字形的變化能力，他依然長期受方塊字的影響。他有幾點可以看出來，一個呢就是他到後期之後，他拉帶的動作，那個筆畫之間都拉到接近於虛筆，都接近於變成實筆的時候了。他上下字之間形狀都沒有拉動，只不過掛帶了一個實筆的筆畫而已。他對字的形狀，尤其是字的這種方塊的形狀啊，他的就是變通的能力就比較差。當然了，我們換句話說，就是他當時下的功夫比較死，比較笨，比較實啊。我們最早寫字時都是這樣，所有人都把它變成一個方塊的，因為楷書嘛都是這樣子。可是他把王羲之的聖教序也變成了方塊，他把它越寫越方，越寫越方。不但字形方，筆觸還方啊！筆觸方說明一個什麼問題？筆觸方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拙，拙就是當笨講那個笨拙的拙啊。所以他的筆，他的形，還有他最後出來的結果，處處都暗含着一個拙字。這個拙不是人啊非常聰明，然後不願講話了啊，變傻了那種拙，它不是這種拙，它是一種什麼拙呢？就是一種沒有通透了的那種拙，就是怎麼也走不通的，笨笨的樣子。那麼這種筆觸在他這樣就是隨處可見，而且變化不大啊，變化不大。有嗎？有，變化不大。比如說我們來這裡看一些我們檢查，你像這個識字100%的聖教序的感覺聖教序感覺。我們來看這裡面的一些這個筆觸像這個注字也是聖教序的感覺，這經字也是100%的從這裡面處處隨處可見。那麼他在這個用筆的時候，比如說其他的棋子這裡面做的這種轉換看出來這兩個點的筆觸，這個筆沒有直接抓進去出來，沒有抓進去，它又缺彈放的部分，它這麼橫向的讀橫向讀。這跟米芾很多地方就不一樣，大家不要小看這種起伏，這一起一伏之間會把筆畫的轉換和出入，就把它通過一起一伏一抬，順着抬順着走，順着抬順着下，就這種動作，它會把你所有在轉折過程中筆毫彈到筆畫外面去的這部分，它一抬一放的過程中，
讓這個彈性要把它卸掉，不要讓在平面之中出现这个弹性，啪会甩出去，这个弹出去，就在关键地方，一个入笔，一个出笔，一个转折，就这个几个地方。而王铎在这方面来讲呢，相对来讲并不是很好。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你像这个棋子有非常明显的这些动作啊，这些动作，这种动作，这根本是一个，就像他这个级别书家的话，更不太可能出现的一些地方啊。另外呢，还有一些笔触上面呢就比较简单。你看这个翘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笔啊，在里面起伏的那种转环呢，那些东西不够。这也是因为它的运笔的转环不夠，所以才帶動整個字的轉環不夠。轉環不夠，當它拉動的時候也拉不動，它整個是僵死的，這樣的都這樣僵死的啊。它在拉動的時候就缺這種，就好像少點潤滑一樣，然後關節也不活絡啊，關節甚至於好多關節已經長死了，就變成這樣。這說明什麼？它從技術上來講，或從感覺上來講，根本沒有把古代人的這種韻致的細節地方完全吃透。就是你走動的過程中，你是這一個轉變，這個轉變是吧？這個轉折，這轉折大家想一想，什麼叫電影？電影就是你看完之後，它有足夠多少的1秒鐘幾百張的片子噠組合，你一看之後是這麼日過來的。什麼叫動畫片？動畫片就少了，變成50張，50張就是噠，就是這樣子的。如果你理解能把這個整個的轉折的意味全部到位的時候，你理解的點就要多很多。當然我們寫字不是靠點力，是你看的時候的感受得夠多。它沒有到那麼多，它就變成了噠，那一減少就噠，就變成這種樣。那麼這種樣的時候，所以它的字裡面生硬，一生硬還說明是問題。他在寫字的時候沒有走氣，沒有走韻，這些都是非常不夠的。但是這種做法給人的表面印象感覺是生拙的。所以我們在上節課講到王铎的字，在講到王铎的楷書的時候，就稀了嘩啦，一塌糊塗。所以我們說他沒有把這種韻致放到那種停滯的、停頓的、靜態的一個狀態，他就一到靜態，他就變成了搭氣了。所以在這方面非常薄弱。當然後來他在拉動的過程中也拉出了幾幅還算是不錯的作品，回頭我們再介紹那幾幅。那麼再看看米芾。米芾呢36歲的時候，我們來看他的起伏，他的感覺這是寫在絹上的。這個王铎寫在，這是紙本，王铎寫上絹上的就髒，又髒，那個邊緣又不清晰。你看米芾的非常好。這個髒實際上是藝術是一個大敵他這個心性體會的就不好。這個米芾這個人很直接，很直爽，而且米芾這個人呢，據說是有潔癖。如果有潔癖的話，他對這個整個這一篇裡面，他當然會要求很高。那麼反過頭來，那王铎就是一個邋裡邋遢的一個髒不乎乎一老頭所以他寫出那個字來講，就是非常的髒。大家記住，這個在文化上，在書法上，在藝術上來講，有些人，比如說日本的井上有一，你看那個老頭是那樣的，但是你看他字裡面，看他字旁邊滴的很多墨，一點不髒，清清爽爽，而且他的表達出來那個意念非常的執着、單一和堅定，沒有任何含糊的地方。
真正好的作品是這樣的作品，不是那種模棱两可。尤其是你看到回来，我们一会儿介紹王铎的一些草書的飞白，我們去看，完全是抹布在上面拿着抹布啊。大家知道那個桌子上有些人是愛用那個油漆啊，會做出一些各種各樣的那個石頭紋啊，做成什麼圖案，拿着抹布在上面亂蹭完之後，最後再拿油漆刷完之後，再出現那些東西，都是那些東西啊，沒有紋理啊，沒有紋理的東西，它就沒有筋骨血脈，它就行屍走獸一樣。那我們看米芾的這個帖，我們經常被我們當做一個學習的時候的一個範本，因為它筆用的非常重結實，而且這個筆觸清晰，雖然是絹的，但是筆觸非常清晰，一筆一畫。雖然有些地方上次我們批評它了一些，就是說在一些小細節上的用筆含混，那是這個我們不能叫吹毛求疵，我們也是比較高要求它。但是这幅字裡面我們看處處的那個筆觸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清楚，不會出現那種拖泥帶水。另外它裡面方的、圓的、尖的、斜的啊，你看它所有的這種生發非常自然，非常自然。它沒有說有一種要寫字要寫好要寫什麼字那種概念，它也是想寫好，但是它表現出來的一脈天然的東西。王铎的地方呢，就處處看出來這個刀劈斧鑿，最後修飾出來的東西就是來自於聖教序裡的東西。而且恰恰他把聖教序裡面的，就是擊王聖教序裡面王羲之的那些規整那些這種刻板的地方都學會了。我們再來看看王铎的另外一個作品，這個作品呢也是他在30多歲時候寫的一幅作品。那這幅作品呢和這個這個蜀素就是蜀國，是四川的一個絹或者我們也像綾一樣這種織品，我們細節都可以看見紋。這個呢我們也能照到一些紋路，像這幅字這幅字我們看和他這是寫唐詩18的時候，35歲稍微幼稚點，我們來比較一下，我們來看他的所有的筆觸非常的生硬，再看他的這些髒的地方比比皆是大概有好多人就是帳墨說帳墨，說王铎呀創造了帳墨，好多人也跟着學帳墨。這個帳墨當然有帳墨的一個道理，但是帳墨不能長成這樣這跟糞便一樣的感覺。帳墨長出去之後，它有圓形，就好像一個這個人肌肉很有肌肉一個人，他穿了一個很厚的衣服，或者是多披了幾層然後各种各樣的穿戴。你比如說吧，藏民，大家知道藏民吗？藏民經常會露出一個這個胳膊出來這邊都是那個這是翻過來的那個羊絨翻過來，甚至還有一點髒然後他們衛生條件不好，但是他有一種什麼氣概，藏民的一種彪悍是那种感覺。這王铎他不是這樣的，他都給你弄的什麼叫渾身都是油油膩膩的，然後過來，然後呢這個字過去之後，好把這件衣服脫了，就剩下這樣子的。一看裡面也不乾淨，而且主要是穿着它不利落是這種感觉。像有些筆觸，像這個音字這些筆觸這筆觸都沒做動作，這就出來了所以你看像這個漢字，這個整個這個筆觸裡面
都沒做到。另外從字这个来看的话呢，他笔也很弱，形也很就是从圣教区里出来，但是他又没有拿到圣教区的精彩的地方，但是又把那个固定的某一种形状和那种僵化的東西搬出来了。当然30幾歲嘛，我們現在來說能30幾歲能寫成這樣也是不錯的了。但是我們在比較來講的話呢，他在用筆上頭就顯出來的跟米芾的精緻就有很大的差距。那麼另外來講呢，在節奏上頭節奏呢，他就考慮一種韻律的動，韻律動有起有伏，有起有伏，那個筆觸它就裡面會很天然。它不是，它就是一筆走一筆，一筆走一筆，這麼樣走相對來講的話呢，就非常它之所以它的結構最後不能表現出來那種律動的東西呢，就是跟它每一筆走一筆，每一筆走一筆有密切關係。而這關係從哪兒來？就從它臨帖的時候他所追求的那種東西，和他沒有被人引導在用一種韻律感去理解這個字去，他沒有走這條路。那麼我們看米芾的就非常好，就好像是樂感一樣，他有樂感，他沒有樂感，就是教你怎麼唱你就怎麼唱，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吐得特別清楚，但是就缺乏這種韻化在中間，這就缺乏了很多的感染力。那麼再有呢，就是靈動這一塊。這靈動大家來看一看，這36歲寫的，這35歲寫的相差不是特別多嘛。你說他看這裡面這個字，你看每一個字，我們來看尋、勸、濃，這個勸和這個濃字兩個，尤其是多筆畫這種重疊這地方，你看這種感覺是什麼？何等的感覺？你再看這個筆畫多的筆畫少的之間這種穿插的這種感覺，它都非常的保守和矮板去走在那裡頭去。那麼呢，這個通篇呢，氣息也無法貫通。你看這個米芾，看米芾當時他的字形還沒有完全的放開來的時候，你看他每個字活靈活現，這就是他們倆的這個區別。這只是在基礎上頭。我們下面呢就來通過另外一個圖再看一下它的結體上的一些差異。那這個結體其實已經看出一部分來了。我們看它結體方面的一些差異。結體部分呢，我們用了另外一個帖來作為一個例子。那麼這個帖呢，我們盡量爭取讓它年齡更接近一點，風格更接近一點，而不是採取那種大家一看就完全不一樣的沒法比較的那種狀態。那麼這個帖呢，從結體上來講我們這一下就變成了一個就跳躍很大，跳躍到什麼程度呢？跳躍到王鐸的一個飛躍期，米芾的一個飛躍期。在這個兩期中，我們去尋找他們的不同，而且筆觸都能破開來。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帖呢是叫王屋圖史這個是很多人非常的推崇，就是王鐸有幾個非常精彩的字，那麼這是其中一個，就認為他這個字已經全部寫開了的一個字。我們再來看米芾的這個帖呢，它叫做止語帖這個止語帖呢，我們來查一查呢，是他的在52歲的時候寫的，也就是還有6年過世。這個誰呢？王鐸的這個呢，56歲時候寫的他61歲過世的話呢，也是5年前，也是都是接近於過世前，也就是到了一種很放浪形骸就是唯我獨尊的一個時代了。我們大家來看一看，
這麼看好。王铎的这個部分，我們看它的起伏，這種所有的動作就好像什麼呢？就好像是你在一跳，而且跳出来之後，大家看看，所有它的短的笔觸之間都沒有多大的這種连帶的閃爍啊，像是什麼呢？像是那個水面上小波紋閃爍，這波紋一閃爍，它就不成溜。那在我們說解體的过程中，它就没有行气，行气非常弱。你看為什麼它的筆带到下去带不出势头來，它拉带不上，它都变成散碎鋪在那兒的東西，最後鋪出一個形象來，鋪出一個字來，然後把每個筆畫連帶出來，而且每個筆畫機械的起伏，我們再來看看米芾吧。米芾這份字可能會有些人不喜歡，為什麼呢？就覺得它裡面突破它以往的這種完美主義。他以前那個我們剛才看的那個蜀素帖你看哪一個筆畫都很完美，他不是，他已經就是什麼呢？已經到了一個這個叫做披頭散髮也好或者叫做这個我們叫破帽遮顏呢這個還有這個民間叫破衣拉撒了，是吧？都有。但是你看看它脈絡清晰你看幾行字再加上它這面加上的字它這麼破敗的一些筆再拉出去，你看這個撇拉出去這種破敗你看這一撇幾乎也看不出來什麼筆這個筆法，或者是這個很直白，而且很蒼白。像這筆撩出去，這筆呢看起來好像那種沒有經過訓練的沒有經過運動專業訓練的這種人呢去打了一下球的樣子。你一看着沒經過訓練的感覺，你看怎麼出现這種，就好像你一伸出胳膊來沒有肌肉然後这個脂肪還挺多，然後還垂在那兒，一點力量感都沒有，就這種感覺。即使如此，可大家把這兩幅字放在一起，你感受一下，看出什麼樣子？上面就是一堆碎草，碎的，你看不出生命来哪儿碎，或雨打沙坑也行。下面是什麼東西？是在沙漠上头生長出来一叢一叢很有生命力的活的東西，它沒規則，甚至我們能看出攏，看出過程，看出疏密，看出起伏，看出這些變化。筆觸都破，但是它的破之間是隨機的破，筆到什麼根據字去走，它不是，它每一筆都在破，但是每一筆破出來之後都是機械性的破的感覺。如果這裡面要含有這個韻律的變化來講，那是非常豐富的。而這裡面呢，它除了字形有變化以外，最後它所有的起伏全是接近的那種变化。所以你看这种，而且我們再仔細看看，我們可以發現無數個相當於這種樣的這種，看這個筆畫下來這個筆畫下來，然後轉折到上個筆畫上去，那這個筆畫中間，它在這個中間去交叉，這種太多了。如果大家去分析，你隨時可以找着幾個點看，這兩個點之間，在這個圈的中間，它去轉動。這是什麼概念？這就是說，當它處處去選擇一個中心點，或者1/3，或者1/4，就是一個什麼點？一個我們視覺上能看到的點，
那麼有一些米芾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我们叫懷素也好，张旭也好，他没有在视覺的指導下去寫這個字，他是憑着感覺在寫的時候，他的感覺落實到筆畫上的交叉比例是絕對不可能1/2，它是有一個非常微妙的變化。為什麼有這變化？因為他一個一個交叉，一個一個反復，他把事情做絕了，他就沒下一步了。所以他本身你不是在拿眼睛去盯着这個位置去找位置，而是我想把這一波接下一波，下一波再下一波。就好比說我們做发面馒頭一樣，我們发面馒頭做完了這一鍋之後，我們抓一塊把它放起来啊，我們現在沒有了，過去這樣，那是幹什麼用的？那是发下一次面的那一塊東西。那這塊東西要留多少呢？一定是夠你下一次用的。哎，你們家吃的多，那肯定留就留多一點，那留下面用，下面用的時候，下面又在下面用，下面用那就吃。我們经常可以吃发面馒头，我們管那個叫什麼呢？這就像種子一樣啊，種子一樣，因為它是那個菌子把它藏在裡面了，哪怕乾了都不怕，我們再把它泡化了，泡開，這是過去的事情，現在不用了。我們前一筆的事沒走盡，它就引出下一筆的事，引出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引下來。這個引是怎麼引？就是每一個筆畫在交叉的時候，不會把勢頭做盡，不會像我們拍攝的時候三腳架這麼勻，它是有點彎，它才要往這邊倒的趨勢，那後面還有一個要扶它的樣子，哎，這才叫故事。這個故事在一個文字的書寫過程中，在一句話書寫的過程中，在一個文章書寫過程中，它就像前面給後面要有留下一個伏筆，後面就跟着它就走了，給你繫個扣，後面包袱就出來了。所以這個它一步一步來，這種步驟不是我們想的，是在寫的過程中它向下走的。就好比说你要跑步，你跑步你從這跑，你跑这一步是一個穩定住的一步，那你不會再往下走了，你即使再走下一步，你還是做這麼一下子。而真正跑步，他人是這樣的往前傾的，所以他跑到最後一步的時候，他要衝出去一些，他就停不住。你要是這麼一步再一步，你走到最後那一步，一過線你就停住了，而且每一步根本就不是在跑。所以你一跑起來之後，这個跑起來說明什麼？在走動拉帶這個勢頭的時候，這些變化會蘊含在字裡頭，它都不是一個均衡狀態。而王鐸吃虧也好，或者他字裡面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好，就是他處處都纏繞在一個完整的平穩狀態。它的和諧是平穩平正，而不是一種動態下的相對的平衡。而富山走動就非常的靈活，那米芾就更不要講。他們在這種跑動的過程中，他們維持的什麼？維持了裡面的起伏的韻律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才是書寫過程中不斷誘人深入，不斷的引人入勝的地方。那麼這些地方當你走動起來之後，你會發現裡面波瀾起伏，而且它沒有重樣的地方。而王鐸的東西大家看起來就是這種感覺。你看人家这種感覺，唰起來一下，然後再做什麼動作，然後再起來一下，它有節奏感，節奏和韻律搭配在一起。從哪裡來？從你書寫的時候，你對這個字的感覺和銜接的感覺，從
你對字裡面的理解，所以王铎对字的理解就没有深入到那個層面裡邊去。所以我們比較年齡階段非常相仿，寫的時候呢，當然米芾呢這寫的是一封信，王铎呢他抄的是他自己的一首詩。那麼在寫的过程中呢，王铎也放到了最大点。当然米芾這幅字應該說在他所有字裡頭，我們選的是一個非常放得開的一幅字。我们来比較，但是我们也足以可以看見王铎裡面他處處還他的理解總是離那個正確的那個靈魂的地方就差這麼一塊，它就不到位。字的形狀、運筆的這個精緻，還有他在行筆的過程中這個韻致都是差的。所以他寫大字的時候，他是以一種勢頭取勝，他就寫小字就非常糟糕，沒有什麼好看的地方。大字和小字裡面的理解，对書法理解和觀察和這種我們吸收的東西或者我們感受的東西是非常不一樣的東西，就是細節的地方和這種整個的勢頭差別。所以很多人是寫不了小字，只能寫大字，也有很多人是只能寫大字寫不了小字，有人只能写小字，写不了大字，都有。但是一個真正书家，他在不同场合下，他自然會發揮的不同的一種氣勢。所以大字如果沒有氣勢奪人的話，大字就撐不住那兒，再細緻再精緻也沒有用如果小字沒有那種精緻，那就糊里糊塗的一片了。所以王铎在小字上头其實是比較薄弱的，甚至於他的理解這塊，我覺得到後來一直是打不開局面的很大原因。當然後期呢可能會有一些酒精的作用會有一些其他的影響，會造成你在書寫的過程中呢會有一點點的變化。